好饱啊！好饱啊！身高8尺的男人居然活活穷死。中年危机的阿强独自租住在一间比棺材稍微大一点的棺材房，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给布娃娃跳尬舞。我把棺材放。我把棺材放。可生活的磨难并没有放过他，很快他就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危机，失业。次日一早，在上班的路上，阿强被一起车祸袭，于是便驻足看了2分钟，结果晚到了2分钟就被工头指着鼻子一顿臭骂。阿强急忙解释，刚刚在路上遇到了车祸，工头却一脸不屑，说临时工没资格迟到，当场就把他给开了。阿强肺都快气炸了，指着工头大骂这世界不公平，工头却轻飘飘地回了句：那你去阎王爷那儿投诉我呀。丢了工作的阿强祸不单行，他又找了份在烧腊店切叉烧的活，可老板娘是个刻薄的卷发女人，她嫌阿强切的肉太厚，浇的汁太多，简直是在给叉烧洗澡。更奇葩的是，她嫌阿强长得太高，每次骂他都得仰着脖子，累都累死了，二话不说又把他给炒了。1天之内被炒2次鱿鱼，阿强彻底崩溃了。他回到那个堆满杂物的出租屋，看着捡来的布娃娃，悲从中来。他对着娃娃自言自语，说自己完了没前途没希望，幸好还有个地方睡觉。可转念一想，连面包都从6块涨到了6块半，自己连房租都快交不起了，哪还有什么安身之所？人穷志短，马瘦毛长，巨大的生存压力把阿强逼到了绝境。他看着报纸上富豪骨灰被盗，妻子高价赎回的新闻，一个疯狂的念头在他脑中萌生，他觉得这世界太不公平，活着的人要为房子拼命，死了的人也要占个领位。他决定要去干一票大的，从死人身上搞钱。夜黑风高，阿强背着工具包潜入了一片寂静的墓地。他看着那一排排豪华的墓碑，嘴里念叨着活着住豪宅，死了也要霸占好地方。他摸进骨灰寄存楼，这里阴森森的，一排排小格子里放着逝者的骨灰。阿强打着手电筒挨个寻找目标，他先是看到一个阿婆的牌位，嫌晦气肯定没人赎。接着他发现了一个刚去世不久的男人，生于1966年，卒于2013年，牌位上写着爱妻郭永妮。阿强心想，这么年轻就没了老公，老婆肯定很伤心，绝对舍得花钱。好，就是你了，说干就干。阿强拿出锤子和凿子，对着那个小小的柜门一顿猛撬。在刺耳的金属摩擦声中，他成功撬开了柜门，将里面的骨灰坛偷了出来，还在原地留下了一张写着见字条即付5万块赎回的勒索纸条。为了扩大业务，他又顺手牵羊偷了另一个骨灰坛。做完这一切，他心满意足的收工，回家躺在床上等着发财。然而现实很快就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。第二天，他接到了第2个失主打来的电话，岂料对方根本不想要回骨灰坛。电话那头的人说，现在好了，不用每年那么辛苦山高水远去拜祭，多轻松啊！你不要扔进海里。电话没来电显示你找不到我。妈的！说完就挂了电话。阿强连对方是谁都不知道，他气得差点吐血，抱着那个烫手的骨灰坛冲进厕所，想把它冲进马桶里，结果怎么也冲不下去。这下可好，发财梦没做成，反倒惹了一身骚。就在阿强绝望之际，他的手机又响了，这次是第一个失主朱永杰的家人，对方约他见面交易。阿强瞬间又燃起了希望，他按照约定来到一家餐厅，一个戴着眼镜西装革履的男人走了过来，自称是死者阿杰的堂兄弟，因为不想让悲伤的嫂子再受打扰，所以他出面解决这件事。男人说话客客气气，说大家都是出来混的求财而已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千万别伤害女人。阿强听了还挺感动，调侃说，你这么帮你嫂子，她会不会以身相许啊？男人立刻严肃起来说，他嫂子对阿杰一心一意，别开玩笑。双方谈妥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阿强把骨灰坛递过去，男人则递给他一个厚厚的信封。阿强打开一看，全是1000元大钞，心里乐开了花。男人临走前还问他，你们走偏门的难道不怕鬼吗？阿强不屑地回答，鬼有什么好怕的，我怕的是穷，人一穷比见鬼还凄凉。他拿着钱得意洋洋地离开了。然而阿强并不知道，他已经掉进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。另一边，郭永妮手机突然响起，来电显示居然是已故的丈夫。原来跟阿强交易的根本不是阿杰的表弟，而是他本人。原来阿杰夫妇都是地产中介。那天阿华不遵守交通规则，开车打电话，结果发生了交通意外，也就是刚开始阿强驻足观看的那场车祸。郭永妮因悲伤过度，曾在丈夫骨灰坛里留了一部手机，希望他到了下边也能联系自己。没想到今晚真的打来了电话。老婆，我好想你啊，你明天来我灵位，保重啊。再说我们可怜的阿强，他拿着那沓巨款回到家，越看越不对劲，仔细一瞧才发现这些钱竟然是天地银行出品，一文不值。他被耍了，滔天的愤怒和绝望瞬间吞噬了他，他发了疯似的在房间里嘶吼，
拿出火柴点燃了那些废纸，他要烧掉这一切的屈辱和不公。结果由于火势太大，点燃了一旁的鞭炮，紧接着整个棺材房被点燃，阿强也化身火男，成了一地灰烬。第二天，警察发现了有人骨灰被盗，郭永妮也作为失主被叫到现场。可奇怪的是，她丈夫的骨灰并没有丢失，而她放在坛子里的手机却不见了。可下一秒，她又发现手机居然被人放在骨灰坛后面。打开时一看，里面居然多出一张陌生人的相片。原来这一切都是死鬼阿杰搞的鬼，他利用人性的贪婪，将阿强一步步的推向深渊。故事的最后，被阿强捡回来的2个布娃娃化作2个小女孩，带着阿强走向了他该去的地方。